进行一个捕捉。游戏进行一个捕捉。群里通知，群里通知。看一下 ，OK， 有了，我们继续啊，继续。开始了啊，第5章开始，第5章正式开始，第5章。俗话说得好，瑞雪兆丰年。伴随着今年第1场雪，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也离我们越来越近。而今年的全民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已经进入到了紧锣密鼓的彩排阶段。为此，本台前方记者特地赶到了春晚彩排现场，为您带来第1手信息。就要到除夕了嘛，时间过得真快。我还纳闷了很久，这大白天的为什么会传来阵阵爆竹声？过春节今天除夕什么的，一点感觉都没有。或许因为事务所里没有半点欢庆气氛，但对我对此毫无知觉了。毕竟1个月过去，我们都没能从事件的阴影中完全走出来。是的，红叶，至少是我们所认识那个红叶，已经永远的离开我们了，真的很想念呢，温暖的茶香的味道。真的给写死了 ！Oh no！ 真的给写死了。那么关于春晚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一组实时快讯：与我国天照民国合资建造世界第1座高楼天际贸易中心，应在1周前正式竣工。7天后，2国代表将在贸易中心的顶层188层，为这座高达860米的摩天大楼举办剪彩仪式。感觉这些米数都是有关系的，不然的话，这怎么写的这么细？下面是本台记者为您带来独家专访，有请即将出席剪彩仪式的天照方代表，天照民国副总统之子，国际环保组织环境之友的理事长。哦，这就是之前他被那个，这就串起来了。他之前不是在那个坑里被绑架了吗？银河先生，那个，请问什么玩意儿？你找到你咋找到我们事务所了？这位小姐，喂，这位小姐，请不要这样吓我。现在的委托人怎么能？哦，他是委托人啊，能不能正常点的出现方式？你怎么从电视里跑出来了？欢迎洋葱，晚上好，晚上好。电视小姐，你可真会开玩笑，人怎么可能会从电视跑出来呢？诶，没有声音吗？我靠，怎么报错了？我靠，才发现。就都妈的，这你哎呀，他突然间一播报，才意识到，你刚刚还在电视接受采访，怎么一转眼跑到我面前来了？啊，本人的名字是海田江银河，你刚刚在电视里已经说过了。那么请问，此地就是龙神律师事务所吗？没错，这里就是龙神律师事务所，我是律师雷东雪，请问有何贵干？这应该大结局了，真是太给力了！为了找到你们事务所，简直用上了洪荒之力。潮流，这就是时代的弄潮儿是吧？檀木技术 OK， 外挂城市檀木测试，这就是时代的弄潮儿，好吧？成功连接至房间。最后不是外国人吗？怎么满口都是已经过气的网络流行语？总之，本人有些事务要与贵所的龙秋风所长商议，还请代为转达。没事，跟我说就行。现在所长不在。其实我有点还没搞明白，为何你这家伙，我是说银河先生，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而不是那个什么什么组织的理事长？本人确实名为环境之友组织的理事长，我这个麦开了吧？我靠 ！OK， 我的目标是与各国管理阶层建立联系，促进全球范围的节能减排，同时还有推广环境保健，同时推广环保建材和食品的使用，最终达成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OK， 这听起来可真是，简而言之啊，是个高大上的组织。对不起，你不是天照民国的公民吗？为什么汉语说的那么流利啊？
全世界都是中国话。过奖，不瞒您说，本人的高中及大学都是在贵国度过的啊。原来你还是留学生呀？是的，本人在贵国休息7年，耳濡目染，本人也对汉文化抱有浓厚兴趣。近几年，本人对贵国互联网上产生的精妙之言尤为动容，正在大家研究。网络流行语嘛，不会是什么早就过时的网络热梗100句吧？欢迎林龙进入直播间。林龙，晚上好，这些词语简直是民间文化与智慧的真谛，真想不通，感谢玲珑的点赞。真想不通，发明他们的人咋不上天呢？对了，刚刚听到新闻里，银河先生的父亲是天照民国的副总统。怎么的了？你爹有事儿？我们还是谈谈别的呢。您说呢？您爹把你扫地出门了？虽然有点在意，不过他不愿意谈论，还是换个话题好了。有何贵干？在下版本有何贵干？不是，通常来说，本人就算有法务需求，也不会委托一帮人处理。本人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与贵国环保部长见面，商谈一份减少化石燃料排放的协议。除此之外，本人还要赶赴朴家渡大街出席普加渡大街出席一栋摩天高楼的剪彩仪式。原来如此，那你特地赶来我们这里是为了见环保部长吗？我记得环保部大楼就在这条街的斜对面。部长先生与本人一同出席几天后的剪彩仪式，所以并无特地拜访的必要。此次来访的唯一目的是见这个龙所长。你可真是风趣，龙所长算是本人结识多年的老朋友。自5年前某个事件之后，我们就会隔三差五的相互拜访。所以，请容本人一问，龙所长大约何时归来呢？了解了，那么本人在此静静等候吧。哎呀，才出一会儿就有客人了吗？啊，回来了。啊，龙先生别来无恙啊。这不是那谁家的小谁吗？好吧，看来我冷场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儿。开玩笑，是银河君把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这才几个月不见，你的中文又精进了。承蒙谬赞，此人来访主要是邀请您一同出席一场活动。说起来，龙叔才说几个月不见，莫非你之前去天照民国就是为了……由于5年前的某个事件，本人曾受龙先生颇多照顾。在那之后，龙先生因为案件调查与本人有一些来往，我们也就成了忘年之交。总之，银河君在有关天盾组织和761事件的信息中收集不少，帮不少忙。前几个月我去天照出差，日程中确实包含了与银河君见面一叙。你不就是5年前那被绑架的啊？你也知道此事，本人的确在5年前遭到了绑架。当时本人身处贵国一处矿坑之下，被几个蒙面人捆在了一枚炸弹旁边。若不是贵国及时相救，恐怕已经粉身碎骨了。你们家的 NGO 都这么拼吗？这也太卷了。你去杜熊上一搜一大把。那么银河君想要我出席什么活动呢？啊，就是这个竣工的仪式。老师很久没有看新闻了，真是不好意思。是天贸国际中心，这栋高楼是由我国和贵国合资建设的。本人不才，正是天照方邀请的剪彩嘉宾之一。剪彩仪式之后，我们还在附近最豪华的饭店准备了一场晚宴。由于我们名额还有剩余，所以想邀请对本人颇照顾的龙先生出席活动。No problem， 我们一定会去的。李小姐真是快人快语，邀请名额刚好还剩2个，洛肯赏脸。本人会差为安排2人交通住宿，一切交由我方打点。毕竟我们有钱就任性。啊，一听出去玩高兴了啊！回想起来，这次与银河君的再会是一个平静到让人感到无聊的午后。我和东雪虽然还都未从失去红叶的阴影中走出，但至少我们事务所正渐渐寻回原本的日常。然后就在短短2天后，我们就开始怀念这份无聊了。怎么的了？哦，到门口了啊！接下来要整整步行了20分钟吧。每次从地铁站暴走到办公楼，都想把市政规划的人揪出来打一顿。
啊，检察院租用的其中3层用于办公。豆子工坊欢迎品尝，这次月饼仅售5元。哟，你是谁？这位姐姐要尝一下咱们的豆子工坊的月饼，很好吃。这个让我想到了那个《逆转裁判》复苏的逆转里头卖盒饭那个姐姐。啊，没听错吧？再过几天就到春节，她却在推销月饼。哇塞！您看咱这个月饼这么大一块才5块，好吃又实惠，而且纯手工制作，绝对纯天然无添加，健康又美味。还有很多馅料任您选择，您是要肥牛馅、豆腐馅还是这个面条馅？但是咱们这个月饼，不好意思打扰了。先调查一下，只有一个地儿可以调查呀。OK， 去检察官办公室。嚯，怎么突然燃起来了？这就是我的办公室，街景算差点，但内部装修还过得去，我就不挑什么了。哦，咱这回扮演的是那个雷夏兰啊，我以为是看见雷，我以为是那个，这应该叫什么？啊，是那个刚才那个咱的那个女主的姐姐。我就说那脾气怎么这么暴躁？年度检察官、全国司法优秀代表、10家公诉标兵，我记得已经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奖杯收起来了，谁又给我拿出来？女子业余拳击比赛冠军，他倒是知道把这个放在最显眼的地方。算了，这次先放过他。这屋子是我的办公场所，而不是阅读场所，所以书柜里也没多少书。上面的这些箱子里装着我从海外订阅的头发护理套装，无论何时何地，头发变差会影响心情。啊，昨天逛完街，竟然没和冬雪去做个护理。现在想来，他现在也没心情，下次再约吧。公司的圆柱体可能见过的人不多，但它是一部家用型的历史沙袋。这东西并不是我买的，而是检察长在去年作为评优奖励送我的。怎么说呢？上司把一个沙袋作为礼物送给下属，觉得有些微妙。不过这东西倒挺实用的，放在这里没事打2拳，心态平和了不少。我最讨厌凌乱不堪的桌面，所以没人敢在我桌上乱放东西。桌上的小熊是东西很久以前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像是我刚当上检察官那一年，想想还真是放久了。那丫头跟现在还一样啊，喜欢这些东西。办公室的窗户设计永远一成不变，看得有些乏味。窗外的那栋楼是刚落成的天际贸易中心。昨天新闻里它有860米高，真不知道建这么高到底有什么意义。这860米肯定有用啊，不会是个坠楼案吧？好在楼间距设计还算合理，坐在这里不会有压迫感。找了一圈也没看见文件，到底放哪里了？该不会是师爷怕我桌子乱，一股脑全塞进文件夹了吧？这种需要弯腰才能够得到抽屉，到底是哪个蠢货设计的？啊，找到了，就是这个吧。我没看错吧？好像有个人从对面大楼走出来了。那楼不是今天才剪彩吗？怎么会有人走出来？还是走到我们这边？该不会是被我派去剪彩仪式的那家伙忘拿东西了吧？已经8点了，说不定东雪和那个胡茬混蛋也到对面了。罢了，工作可以待会儿再处理。不过先跟东雪打个招呼吧。有问题啊，有问题！那个人肯定有问题。啊，直接去大堂啊！这大堂显得有点 low 啊，还真是富丽堂皇的大厅，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剪彩仪式才刚开始，安保人员虽然严阵以待，进出的人却没几个。这里怎么会有个小孩子啊？你是沙姐的儿子吧？哦，是夏兰小姨吗？果然是天天是我，别来无恙。不会又是个绑架案吧？不会他被绑架了吧？这孩子是我在警局同事兼好友的沙路遥的儿子。名字好像叫石震天。5年前，沙姐的丈夫在试用会中身亡，当时的这孩子便是当时的父一子。这些年，沙姐作为单亲妈妈，一直在前线作战，毫不松懈。造就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那可恶的天盾组织了。夏兰小姨，新年快乐！乖，你也是啊，新年快乐！我这还有配音，不错。你要找妈妈吗？她现在很忙的。
其实我是来找……你是来找天天的，对不对？小姨是来陪我玩的吗？大概是吧。这下可棘手了，我很不善跟小孩相处，但放在这里好像不太妥当，多少陪他一会儿吧。我记得天天全名石震天，对吧？是个很响亮的名字。他叫石震天，一直寄托了父母诛灭天遁的理想嘛。我们一共也没见几回，亏你还能记得我。一起工作不代表我也是警察，我是职业检察官。简单来说，检察官就是证明警察抓到的坏人确实是坏人的工作。警察偶尔也会抓错人，而且他们不能确定自己抓到的坏人到底有多坏。我们检察官呢，就是对坏人展开调查，然后在法庭上证明他们的罪行。谁来快救救我！虽然天天还不是太懂，不过既然夏兰小姐都这么说了，那检察官肯定也是正义的伙伴嘛。你怎么会在这里？是妈妈带天天过来的，因为天天的幼儿园放假了。对了，夏兰小姐，你知道吗？这里真的好厉害，好高好高的房子。今天很想去楼顶看看，可是妈妈一直在忙，都不照顾我，都顾不上我。不过天天没关系，妈妈这么忙是因为她一直在和坏人战斗。你妈妈带你来这里，她去哪里了？她带天天过来之后就离开这栋楼了。这里有个叫什么剪彩仪式的东西，它还是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大人物要来，然后警察叔叔们要保护那个大人物，所以他们去踩点了。踩点，明白了。听说天照民国的副总统也会到场，所以他会调了沙姐这么高层警官来负责。他这时候离开大楼，多半是带人派上那副总统的行动路线去了。你妈妈说什么时候会回来吗？没有的，不过她说有什么事就找这层的巡警叔叔们解决。天天，你今天自己在这里玩，小姨有事要上楼一趟。我这只有红色和蓝色的笔，你这凑合用。坏了，他不会被绑架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他会被绑架。然后他给的这些纸和笔就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谢谢小姨。终于应付完了，不知不觉耽误了不少时间，还是上楼看看吧。陆春潮这回又切到陆春潮了。又切回陆春潮了。检察官徽章总是弄丢的，检察官徽章不明白为什么要搞这么形式主义的东西。其实应该看一看呢。对，这个检察官徽章其实应该出示一下。本来应该是雷检出席典礼，这样换成了我，真是麻烦。要不今天的活动有哪个人物参加，我才不会来。哟，这不是小春潮吗？你俩在前面是吗？我说姐姐，我都站到你面前，你只是点个头，不能说句话。早上好。我手头有没有案子？你的大脑一直这么掉线儿呢？不过你既然都来了，就跟姐姐说两句话吧，如何？你说我出示这个会怎么样？怎么突然给我看这个？没什么，只想告诉你，我今天来这里是公事公办。你这徽章形制挺贴切，像个盾牌。你们检察官就会躲在后面，等着我们警察把所有事都做好，然后在庭上动动嘴就完事了。要我说，干脆把我们警徽也改成冲锋枪的形状算了。这块可以调查一下。巨大的水墨画，虽然音乐美术在世人眼中同为艺术，但我对绘画一些不同。如果雷检在的话，就能听他介绍几句。如果雷检知道我他喜欢绘画吗？如果知道的话，会不会在意我是怎么知道的呢？那人际关系真是麻烦。两个男人面对面嘛，反正现在安检的人也不多，一脸严肃，简直像在对峙。记忆中有类似的场景。那是我10几岁的时候，和父亲吵着说学音乐。我原以为命运交响曲的印章顺序是不正确的，第一章本不该那么早出现。直到我经历了761号事件，一桩案件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它的影响至今还存续呢。坐在沙发上画画的孩子，山刑警的儿子吗？这就是雷检之后的事了。太麻烦了，不能过去。这铺垫太多了，我就觉得这孩子要丢。
这个大厅有点像迷你版的剧院，2楼是贵宾区，而我所落脚之处就是那演奏家的舞台。这光滑晶莹的地面好比钢筋琴盖，这栋两国外交所孕育的建筑装潢还是深得我的心啊！吊灯晃得我睁不开眼，这大白天也开吊灯吗？要看吊灯，还不如观察地面的倒影，可以看得更清楚。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就这么道理吧。先生你好，需要什么服务吗？如果您想要找洗手间的话，麻烦前方左转到底，墙上也有指示牌。今天会有很多人，您找不到目的地的话，右手边有大楼地图，您可以查询一下。我说你这是一句话也不说呀，你全是内心戏。您需要手语服务吗？不需要，谢谢。下次至少还要先说一句话。你想为什么会在这里吗？姐姐可是我这里的安保负责人啊。那你呢？难道你是作为检察院代表来出席仪式的？不过还真是意外，检察院竟然会派代表来参加这种民间组织的仪式。往常不都是不派人吗？而且检察官竟然会派你过来，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自己申请。哎，真是败给你了！我要是不开口，咱们得沉默到什么时候啊？总之，这次仪式，天照民国副总统江海田正道也会出场，这事儿你知道吧？都快过年了，也不让姐姐我安上几天。如果不是他要来，也轮不到我来这儿坐镇。希望仪式赶紧平安结束。确实啊 ，flag 力道好明显。夏天真辛苦了。今天天照坊的代表中有江海田正道和银河2个人，没错吧？你今天对我姐姐说出了一个完整的句子，我是不是该记下来？你没说错，2个都是发言者。正道先生贵为副总统，倒是没什么好说的。银河也是我这次要保护的对象之一，毕竟他是国家首脑的独生子，怎么了？那我就知道肯定是因为那件事吧。5年前7月1号事件，银河被天盾组织绑架，算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节。这块儿应该没说，因为咱们之前案子只是讲了7月1号事件法庭上的事儿。就是7月1号事件应该是指，就是当时的检察官。犯人还有谁死了3个人，应该是。不过他们父子毕竟是受害者，这些年来我国司法领域和他们接触也很有限。但是如果银河没有在那刚好的时机被绑架，他父亲也不会。我说你这个人连话茬都不接，就想让我把该说的都说出来。一会儿江海田父子那边想知道什么自己去问。姐姐，我今天立场比较尴尬，最多帮你到这儿，懂了吗？单刑警在矿坑一案消失的林小璐、库里香后来怎么样？难道你会抛出新的话题？他的事件全世界警察都在查，姐姐我这边火急火燎也没有。不过很遗憾，他上次趁乱逃脱法院之后就人间蒸发了。国际刑警能用的招数都用上了，就差把通缉令贴的全球大街小巷了。毕竟那家伙有特工一般身手和反侦查能力，想藏起来很容易的很，想把他揪出来，还要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欢迎弗兰奇 Frankie 进入直播间。对 Frankie， 晚上好，晚上好。好了，时间差不多，仪式就该开始了。姐姐还要看一会儿会场，一起上去吗？等我一会儿忙起来了，你还可以帮我带一下天天。OK， 直接去多功能厅。OK， 快了！我现在有一个不好的想法，不会有人在发言的时候突然暴毙吧？主要现在还不知道谁要死，真是感觉就跟那个阎王催命似的。这个房间就是主会场吧，座位数倒是没有想象的多。因为今天会有一些外宾到场，目前就坐的几乎都是本国人。算了，找个角落坐着听会音乐就好了。刚刚没注意看眼镜，撞到人了。不好意思。无妨，这位小友多礼了。哟，这不跟我一身行头吗？是无才方才思绪出神，才与小友相撞，是无知过也。
失礼了。小小客气了，那就先落座，小请自便。呀，陆检察官，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你，郑成还真的出现了。龙律师，你也来了吗？怎么说呢，算是被人邀请的吧。今天可真巧，见着刚才的沙刑警，我竟然会在这儿遇到这么多熟人。我是觉得最近总在各种场合和同一批人见面，已经见怪不怪了。如果他在这里的话，怎么没看见那家伙呢？你在看什么啊？莫非是在找冬雪？我一起来了，不过刚才他姐姐过来找他了，两人应该还在外面聊天。真不知道同样的父母怎么生出两个差距这么大的人。再出师。我们平时虽然身份不同，但大家今天只是与会人员。公务。上个月青绿山案子，您当然不可能会忘。抱歉，好了，也没成这样，又不是你的错，我们已经尽力了，那结局本来就无法避免。那位引爆炸弹的天盾干部林小璐婚礼上至今尚在潜逃，个人感觉应该不是啊。检方与警方和您一样，是绝对不会放过他。你们有这份心就好。我现在有数不清的问题想问他，真希望他能快点落网。对了，那个机器人，虽然我们在废墟中找到了一点残破的零件和芯片，但毫无用处。你也知道，这世界上唯一能修复它的人，已经在练习实验中死亡了。所以他的事还是不提了吧。这一个队里，您都在做些什么呢？我们还是老样子吧，不定期跑档案馆翻翻资料什么的。年关将至，我也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接受委托了。检察院最近案子也不多，能消停一阵子也不是坏事。不过话说回来，我代表检察院出席活动还算正常。他们两个民营事务所律师来这里凑什么热闹？难道是有什么隐情？如果你有问题要问我，能不能不要光看着我不说话？抱歉，我是想问您为何会来此地。说来话长，我和冬雪来参加活动没什么特别目的，就是为了蹭顿饭。我最近也是才接到一位天照民国朋友的邀请。主持人已经走上台，这就要开始了吗？我先回去了，回头再聊。我知道会被自己懒得开口的毛病误了事，罢了，看样子嘉宾都已经入座了，演讲肯定很无聊，我就先听音乐了。你怎么不听人讲话呢？真的是不尊重人。10点，感谢正道先生精彩演讲，您的支持正是两国合作的稳定象征。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OK 银河先生来致辞，呱唧呱唧。谢谢，本人不胜荣幸。这个大楼不仅造型独特，直冲云霄，最关键的是它在建设工程使用大量的环保技术和材料啊，这也符合我们环保之友组织多年来在国际上倡导的绿色理念。接下来我就为大家简单介绍啊。等等，那是什么东西？哇哦！快看窗外怎么挂着个人？这擦玻璃的门不是是啊？那个人正吊着一动不动，快叫救护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死了？那个东西真的是个死人吗？我们确定这是在188层。没错，如果那真是尸体，那凶手到底是怎么把它吊上去的？所有人都给我坐回原位。我是国际刑警杀戮，这是我的警官证，请各位保持冷静，接受调查。警方会全力保证这栋大楼的安全，请各位务必配合我们的行动。连男女都分不清，感觉像个女的，不会是那个卖月饼的那个吧？感谢各位配合，大家冷静听我说。根据警方初步调查，就在今天早上，本楼内发起了一起谋杀案，而受害者的遗体就如各位所见，正吊在窗外。我们现在还设法回收。在社会活动中发生命案本就是很糟糕的事情。好的，今天来手里的人除了几个能护证的巡警以外，全部都聚集在这儿了。其实这我意思，你们听明白了？没错，本案的凶手就是在座的众人之一。不会是
通过用望远镜观察，我们可以判断死者这名女性，感觉不会怀疑到咱银河头上吧？不过她的面部被头发完全遮挡，暂时还无法辨认身份。不幸中的万幸，我们在这具尸体上发现了弹痕。既然是与枪杀案，调查工作倒是好做了许多。接下来就劳烦各位配合一下，在门口排成一排，接受临时检查。2个都没测出来，可以走了。欢迎阿库鲁王进入直播欢迎间。阿库鲁嘛，晚上好，晚上好。刚才那是硝烟反应的试纸吧？哦，要到了试纸。副部长，我们在这个人身上检测出了硝烟反应，果然银河是咱们辩护人啊。就这样，我刚刚那回归平静的生活，再次被这个突然袭来的事件打破了啊！银河被发现被当嫌疑人了。而这桩发生在云端的杀人案只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开始。该说这是巧合，还是刻意有人安排呢？或许我们为这一切做一个了断机会已经悄然降临了。天机贸易中心离这里有相当的距离，我们已经尽力赶路了，希望能赶在银河军被提审之前见他一面。全场到场的宾客里被查出硝烟反应的也只有银河军1人。等尸体回收之后，如果真是一起枪杀案，他恐怕就是唯一的嫌疑人了。他的为人姑且不论，这展示尸体的手法未免太华丽了些。从楼顶突然下垂，确实是闻所未闻的状况。是吗？我国侦探小说里倒是有过类似的桥段呢。2位别来无恙，可惜无法邀请你们今天做客了，海涵。还好，只是被关进来有点倒霉。一个先生，你也知道我们2个是做什么的？我就开门见山的问：今天上午您到底发生了什么？本人也不知道呀。怎么说呢？用贵国留学生语来说，就是一脸懵逼。本人毫不知情，但现在头脑还是浆糊一团。就有劳2位了。在检视仪式中间，您正在演讲的时候，一具尸体突然从窗外垂了下来，这个大家都看到了。最后，警方认定这具尸体是被枪击的，就在对在场的人逐一排查，然后只有本人身上检测到硝烟反应。最后，你作为唯一的嫌疑人被带过来，这里的情况都没错吧？没错，你们心里挺清楚的。不过本人应该是没有杀人的，或者说我对这个事件有很多环节还是一头雾水。你们和那位女刑警熟人，能不能帮我劝劝她？不过在那之前，你能不能先回答几个问题？我们也想赶紧搞清楚情况。得出示一下这个。不约叔叔，我们不约。请问罗所长想要做什么呢？啊，这就是罗所长在我年纪的时候的照片啊！什么？你8天就长这样，那也太惊悚了。我们就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吧。银河军今天早上都做了什么呢？早上就是普通的洗漱穿衣，然后一早就去剪彩仪式了。也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嘛。到达贸易中心的时候大约是几点？此次来贵国出差，本人带了2位助理，但是他们当时并没有随行。到达那天贸易中心的时间大概是7点多快8点吧。你这么早过去是做什么？难道来一次先感受一下现场吗？趁人少的时候浪一浪什么的。到达现场之后你做了什么呢？本人即将发言，没有什么事可做，就一直在做该做的事情。好了，我问你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吧。银河君，你真的不是杀死那位身份不明女性的凶手吗？本人其实很难回答。彻底说，本人并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杀害他的凶手。别告诉我你是在雾气弥漫的桑拿房里再开了一枪。我只想起了一些以前的事。你被捕的原因是你手上的硝烟反应，可以解释一下吗？本人，我这个
希望能如实回答。好吧，我明白了。事到如今，闭口不言对本人确实没什么好处。更何况本人和龙所长相识这么久，再怎么说你也是值得信任的人。本人在今天早上的确开过枪，死者或许真的是我杀的。鬼知道我都经历什么，我这样人还是死了算了。怎么突然这么消极？但是在101层，那会儿我刚抵达现场不久。大厦今天才剪彩，除了1层和188层外，其他楼层都是没人使用的。本人抵达大楼时间很早，也想着在这建筑里随意逛逛。101层只是随意按下的按钮，并没有任何意义。是的，本人并不知道那层是做什么，只看到空无一物的大厅和环绕四周的落地窗。不过那些玻璃内侧的遮光板是关着的，只能透进去一点点的光，也倒算不上黑暗，只是看不见外面的风景而已。本人本想去找遮光板的开关，俯瞰一下贵室的街景，然而一走出电梯门，本人就发现地上放着一把手枪。让我想想，你该不会是的？或许是好奇心作祟，本人也都没多想，就把枪捡起来了。而此时，楼层的遮光板不知道被谁突然打开，刺眼的阳光猛地射了进来。本人被晃得睁不开眼，下意识地认为自己遭到伏击，就不知道是哪个方向胡乱开了一枪。你倒说句话呀！我该说什么好呢？所谓不作死就不会死，大概指的就是你啊。枪打中了何处？你之后有没有确认？发现了一具尸体。什么尸体在101层？是的，本人完全不知道他是何时从哪里出现的，觉得自己多半闯下了大祸，便吓得乘电梯逃走。你认识死者吗？你认识那个人吗？本人不太清楚。这样好吧，我并不认识那位死者。见真理身上产生的反应，就说明他认识死者吧。不过别说是我，就连警方都不知道那死者是谁。我想深入这个话题，怕是不太可能了。果然得需要证据。本人也没了主意，但看到二位到来，突然有了新的想法。本人虽然尚不明确自己是不是凶手，但事已至此，本人依旧希望将此事负责到底。很简单，本人不想把这件事交给那副总统处理，各种缘由你们二位应该不难想得到。若是招人利用，恐怕会让贵国政坛震荡不已吧。我并没有在为他考虑，不过这不重要。我们两个之间稍微陷入引渡协议，本人很快就会在贵国司法机关受到起诉。而本人认识的贵国律师只有你们二位了。现在本人思索再三，眼下是最优解。如果不嫌弃的话，希望两位能成为本人的辩护律师。本人可以出5开头的7位数，你想如何？100万。不过说清楚，如果案件调查到最后发现凶手确实是你的话，这种情况很难为你做无罪辩护，我们只能为你减轻刑责。到底还是演变成了这样。龙氏这可以赚500万的大生意啊！我觉得这案子会麻烦到令人发指，这钱未必也能发到咱手上呢。而且除了银河军的一面之词，我们还一点头绪都没有，不值得这么激动吗？这次案子可是活生生发生在咱面前，对我是种全新的体验，好不好？总之啊，不去现场什么都解决不了，咱们就赶紧出发了 ，Let's go。跑了个折返，终于回到这栋大楼了。
只要在调查任何区域时测出了硝烟反应，东雪就会给出提示。先调查这个楼门口试试，什么意思？不得了了！我刚刚用试纸在门口测了一下，结果四面八方到处都是硝烟反应。民国礼炮。礼炮里装的都是空包弹，那是一种装了火药但不会射出弹头的无害子弹。不过礼炮口径这么大，银河军陆是真在发射时靠近，还是会把衣服烧坏的。OK， 又是这个，总感觉你有问题。这个小女孩多次出现了。那个呀，这栋大楼虽然很气派、很炫酷、很堂皇、很值得一逛，如果你们想参加的话，还是过几天参加比较好啊。那刚才发生了超级恐怖的杀人案。请问你是？你都有这么大的女儿了，咱是万万接受不了。可以请教你的名字吗？什么？寇子荣？你叫我豆子就好了。咱也不是专业卖月饼的，只最近放寒假出来赚点外快。对的呀，咱是如假包换的大四学生，刚刚保了研，课业还算蛮闲的。因为家里不太富裕，咱就出来自主创业了。很独特不是吗？这些奇形怪状的模型，咱找了好半天呢。自己家不够用了，还去旁边五金店和宠物店借了一些。你刚才喊的豆子工坊是你公司的名字吗？虽然没错，经理、销售、供货商都是咱，但咱还没顾上注册呢。你看这个月饼这么大一块才5块，好吃又实惠呢，全是手工制作，绝对纯天然无添加，每个月饼上都印了咱的独特印记，超级多种馅料任你选择，还是传统王道的莲蓉五仁，还是新鲜创意的咖啡鲜肉，以及对了，咱们普家渡的名菜白斩鸡，二位有听说过吗？没错，就是咱豆子工坊为你特别推荐的白斩鸡馅月饼。白斩鸡包进月饼里，那还能吃吗？当然不能，所以咱把蘸料用的姜、葱汁也给包进去了。欢迎国务椅子进入直欢播间。迎国务的椅子，晚上好，晚上好，怎么样？有没有很动心的感觉？你这月饼确实独具特色，这一点我已经了解了。还有一些其他更我说头等重要的事想问你。你刚刚说的这楼里发生了杀人案，对吧？是的呀，怎么二位对这种事也感兴趣吗？那你是在哪里听说这个事件的呢？你看周围全是警察，一看就知道死了人呀。你还用超级恐怖来形容这个案子，怎么说呢？好像你亲眼见到了尸体一样。怎么可能啊？咱就是有个朋友知道这件事，我只听说而已。听说，哎，又有。怎么说呢？我发现了点意外收获。大概是吧，但是我们除了他在这里卖月饼以外，对他一无所知。请问你一天一直都待在这儿吗？除非城管过来，咱会躲进大楼旁边的暗巷。没错，不知道人不多就是了。咱在普家渡住了这么多年，每条弄堂都记得熟。你们沿着我指的方向走就好了。先去暗巷吧。这是豆子小姐所说的那条暗巷吧？这旁边建筑应该就是天际贸易中心的侧面了。出现一些令人在意的东西。
咱事务所旁边不是有一条这样的小巷吗？反正是用来扔垃圾、放置废弃品的地方，很像上一集《重生之我在侯门当家仆》的女主角被壁咚的地方。窗户是开的，哦，有些绳子，爬上去就是贸易中心的2层了。而且你看，不过这个绳梯应该是楼内人放下来的吧？所以说，并不是有人想爬进去，而是有人想从里面爬出来。今天上午刚被人用过。OK， 哎，然后咱们回去。去大堂吧。辗转了一大圈，总算又回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宣传的小册子，除了基本介绍外，还写有已开放的各个楼层的用途。哦，这个得看一看。主要用途为企业办公，酒店、观光、娱乐、商业。这没了呀，就这么一点儿。不是说每一层的是干什么的吗？唐装长袍、墨镜纸扇，怎么看起来像天小姐算命的？我会觉得跟他交流一定会非常麻烦，还是绕开他去问问别人吧。请问您是来自哪个朝代的？不是，你也是这场活动的嘉宾吗？做出这种离谱行动之前，要不要还请示一下我这个所长？诚然无到此地，受人之邀，不知二位有何见教？正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且慢，二位来的正好，我有一要紧之事。敢问二位方知那位金国女将去往何处？火！这家伙目睹了对查案颇为重要的事。那位女警应该还在现场忙碌，但我们正巧也在调查此案，请问您怎么称呼？庐山居士。原来您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吗？你并不是府衙的人，而是律师。不过一会儿肯定会遇到那位女警，您若有什么情报，不如先跟我们讲讲。原来两位皆是符师。您来这里做什么？不知道古先生为何会受邀出席这场活动呢？说来惭愧，此楼落成之时，无曾受邀为之题字，借此机缘，方能共襄盛举。那么，古会长，既然您出席了上午的活动，能否讲讲自己的所见所闻呢？好的，有劳居士开口赐教。请居士，您是什么时候到达会场的？他想说，时间过了这么久，他得自己想想回答才能大概。这位姑娘果然聪慧。今晨沐浴更衣之后，便独自从寒舍启程前来此地。至于何时到达楼宇之间，如今已经记不真切了。毕竟没人能想到会发生的案件，不记得时间倒也正常。抵达之后，吾见时辰尚早，便在这大堂里稍作停留，见了一位老友。然也，那位菊花之国的江海田正道先生，乃是吾之旧识。
只见他神色匆匆，无便未加多叨扰。不会是副总统啥的人吧？我靠！其后又一位志趣相投的差役小友上前攀谈。不过这个事件倒是能为这位股会长带来很坚实的不在场证明。总感觉他是不是这种故意的呀？比如说故意去这边写字啊什么的。股会长，您见到惊人之警难道与案件有关内容吗？目睹了那凶犯的恶行。啊，果然应该是证人便与壮士私通，恐有不妥。啊，不说自己看到了什么。欢迎国务椅子进入直播间。欢迎国务的椅子回来。OK， 这是证人啊，已经明确了啊，一位证人。我们有，哎呦，这感觉要重新调查一遍，因为冬雪可以帮我们测试一下这个有没有硝烟反应，所以都得点一遍。啊，那看来是没什么了。多功能大厅，这个天津贸易中心这么多楼层，等正式投入使用，想必会非常热闹。哇，这尸体还搁这吊着呢，你不会都风干了吧？我靠！只有一部电梯可以使用，既然凶手不能使用楼梯进行移动，那这部电梯岂不是成了一切行动的必经之路？用不着，我们早就把每个角度都查遍了。你们刚刚接下了银河君的委托，做了他的律师。你们应该知道这案子有诸多特殊性吧？就先给你们提个醒，怎么的呢？这么说也对也不对，一个外国人在本国受到起诉，确实会多出一些程序，但这不是将案件复杂化的根本原因。你们这位委托人银河，你俩可知道他父亲是什么人？你说的只是表象，现在天鹅照民国的政坛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你们没有发现吗？我们今早对这位副总统的欢迎仪式是否有些过于热烈了些？没错，如果是美国副总统，我们如此欢迎也倒罢了，但天照民国可没有达到那个地位。其实我警察不是政客，该说的按理说不该由我对你说这些，不过你们还是听好了吧。理由很简单啊，换届选举就要开始了，而各国的判断这位江田正道已经是下任总统的不二人选。你们只不过想借这个剪彩仪式与他提前打好关系罢了。那正道知道自己的儿子将被起诉，接下来恐怕也会有所行动了吧？天照民国现任总统在2年前就查出了重症，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实际上，这2年替总理打理政坛的人正是这位江田正道。虽然他当选总统已成定局，但在国内反对者和政敌却也不在少数。而他儿子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都非常尴尬。
没错，你们俩在这种条件下还敢接下重任，希望不是一拍脑袋的有勇无谋之举。眼下这个案子闹得沸沸扬扬，很多国际媒体都炸开了锅。不过从目前这个调查结果来看，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啊，银河君完全无罪啊。那如果银河君确实是本案的凶手呢？这个秋希斯话就要速战速决了，毕竟他留在这里只是个烫手山芋。我们公平审判，迅速定罪，然后整个理由把他送回天照民国接受惩罚。这件事就让他们国家自己解决，我们谁都不得罪，这样最好不过。警方目前所获的情报中有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不过姐姐我这回可是真的无可奉告啊！倒不是，情报这个东西我得有才能分享，你看看窗外就明白了。这可是不是一般的高层，尸体悬挂位置距离地面足足有800多米。我们走遍了全城，也没有找到能把尸体安全吊上来的设备，谁都不敢贸然行动。万一出了差错，把尸体弄掉了，在地上摔个血肉模糊，那画面真是不敢想象。哦，那看来还有一个证人啊。对了，案发时上线的处理可真帅，真是雷厉风行、沉着冷静呢。不会是那个小孩吧？那个小孩不会看到什么了吧？就算你拍我马屁，姐姐也不会透露任何情报的。就算混进了什么可疑人员，也可以对着宾客名单逐一排查。哦，宾客名单可以给一份。OK， 给了一份，来看看。啊，这看不了啊，我还以为能看呢。并没有哪位宾客在案发后失踪，除此之外，活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减少。这死者到底什么来头，确实是个疑问。那也就是说，他是通过某种非正常的途径潜入大楼的吧？嗯。你还真是纠缠不休，调查队发现了真正的案发现场，难道是101层吗？你怎么知道？这个我已经和委托人接触过了，所以怎么他已经打算对罪行供认不讳了？这样最好不过。好，姐姐，我要过去忙了。我觉得可以远看一看吧。哦，调查一下电梯内部。虽然咱们不让调查现场，但是凑过去围观应该没有问题吧？OK。缠住尸体的是黄黑色缆线。这块连放大图都看不到吗？只能是打算法庭上把这图给我们呗。这我都没看清是怎么缠上的。哎，没啥东西了，走吧。去电梯。无论去哪都要经过这部电梯，不如就从这里开始调查吧。右边的时间非常混乱，恐怕很难提取到有用的信息。看向地点并不在电梯里，所以有家人的痕迹应该是指纹了。没做图吗？我才意识到，我以为到时候会有个图。哦，果然有。每个人都会用手指触碰的地方，肯定这是这部面板了。的确，这个面板看上去还挺特别的，案件数量倒是比我想象的少很多。
看这部电梯只能到达一部分关键楼层。我并不需要知道指纹是谁，有指纹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情报。就这个地儿想调查一下，这应该是188层了，似乎被频繁的按过。这个T的按钮呢？而且这按钮上还有被摁过的痕迹。我觉得现在就能去，有着不止一个指纹，还有一些奇怪的痕迹。我更在意的是这按钮上残留的污迹到底是什么。还有99层应该还有一个指纹，而且就是说今天上午游戏只有一个人出了99层。面板底部是一层开关和关门键，不出所料，按钮上有多次被摁过的痕迹。这块也都查过了是吧？然后去哪？101吧。哦，还挺大的。哎呦，这儿有一个。这有一个洞，这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吧？很多警官在手忙脚乱的调查，阻碍执法，格杀勿论。哦，不让调查啊，被赶出来了，那就只能去这儿问了。问是哪儿？哎，这到底是？刚才电梯是往上升了吗？感觉没错吧？没错，这个有狭窄的空间，似乎在主会场更上一层。从刚才的旁边楼梯下去，就可以回到刚刚的多功能厅了。只有188层的楼，再往上走一层就到天台了吧？还有可能，咱们现在这个空间里看看吧。这东西太多了，这我就想调查。护照。一波美国公民的护照，这是谁的？护照名字主人叫杰克马歇尔。先不管身份问题，你在今天出席活动宾客里见过这个人？哦，会场里没出现过这号人。如果没猜错的话，侦查门的背后应该就高达800多米天台了。纹上痕迹像是被人粗暴的被人拳打脚踢过一样。哦，消炎室有反应了。门把手有消炎反应啊，先暂时把这个记录下来。这扇门应该锁不上了，虽然我对高的地方不太擅长，不过啊，咱们可以去天台逛逛。但是这里还有一点啊，我这还没有调查。啊，没了啊，去天台。Amazing！ 站在世界第一高楼的天台上，感觉真的太棒了。呀，整个城市简直像一个袖珍的沙盘一样，实在太壮观了。
这么高的地方竟然连个护栏都没有，这根本就不是对外开放的区域吧？太阳能电池板吗？另一部上的线缆应该被拆掉了，上面有痕迹啊、那看来就是拆的这个，不是绑尸体的地儿吗？哇，这是什么东西？真没想到在800多米的高空架设了这样的装置，光这个圆环或许就有30多米高。前面不是有个显示屏吗？要不你去上面看看写了什么？天台的装置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不过我一直觉得走过去很危险。那么第二项目仔细想想就知道了。那你从上面这块蹬上来呗。哦，不行，万一断了呢？原来如此，也就是凶手特意将尸体用线缆捆住，又把它抛了下去，如此大费周章，只是为了制造出一个恐怖的画面。我也想不明白，还是先把线缆情况记录下来吧。OK。好了，这个地方调查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回去吧。哦，去现场了，可以回了。在天场走一遭，浪费了不少时间，再不看看现场就来不及了。这是现场的刑警依旧忙碌，警戒线也没有撤掉的痕迹，我可怎么办才好？哎，你怎么也跟过来的？去别墅逛逛，自由活动不好吗？我们可不是跟过来的，而且我们倒是挺想自由活动的。看到那块写着"阻碍执法格杀勿论"的牌子，我们就不敢动了。啊！从隔壁借了个打击飞车抢劫的告示过来，当然不行了。我明明看见比你还忙吧？分享一点现场小情报 ，OK。来。现场情报。首先，警方之所以能在如此多楼层找到这个现场，是拜指纹所赐。没错，除了1层和188层数量繁多之外，我们分别在99层、101层和顶层按钮找到了一些痕迹。这些痕迹极大缩减了警方调查范围，能找到这里已经算万幸了。102层的那个按键是不可能提取的，毕竟按键上有3个指纹相互倾折，图案已经是乱作一团了。3个，难道除了死者和凶手之外，还有别人来过？对了，101层按键好像沾了些什么东西，那到底是什么？换这结果刚送过来，好像是一种食物，是一种糖和绿豆做成的混合，不会是那个小孩子吧？糖和绿豆那不就是豆沙馅吗？哦，就那天谁去底下买了那个豆沙，那个月饼。在这里面去那个啥，就是用来做什么？感觉这里好空旷啊！先把这层做成360度环形观景台。除了那块玻璃上的弹孔和地上些许lum明的反应外，这现场干净的不像样。在这种空无一物的空间里，连开火的位置都测不出来，姐姐我可是头疼的很。明明是个空无一物的楼层，却至少有3个人先后访问这里吗？不过山县警，我刚才就想问了，那个玻璃上的洞真是弹孔吗？我见过几次被子弹穿透的玻璃，印象中好像不长这样。眼睛还挺尖的，确实，子弹在打破玻璃时应该留下一个正圆形的孔。这么大整齐的洞，反倒像被石头砸碎一样。除此之外，这个楼层的落地窗厚度足足有32毫米，几乎达到了防弹玻璃的标准。别说石头了，就是威力和硬度较小的子弹也很难将它打碎。还是要等调查结果。就没了。你刚才提到过的99层也发现了指纹，对吧？
虽然只有一个日文，但不巧的是他刚好也是残缺。OK， 我觉得咱们得去一下99层。果然得去99层。哦，美国总领事馆。好，这栋楼确实分了几层给外事机构。这就和那个护照串起来了。这一个小型输入装置应该还是开门用的吧？看能用这个刷开，哎，看来不行。这个玻璃门好像打不开呢。如果可以从内往外走，就能实现把门打开了吗？那咋从内往外走？多的轻巧。这里调查一定会失望的，看他没说错。OK， 今天的调查就到此为止了，还是得和银河军再见一面啊！要破新锁了吗？撤退啊，撤退！这个操作就感觉就很像那个逆转裁判的风格了。诶，楼里逛了一大圈，他已经要落山了，希望还能赶上会面时间。果然还得先问问他那个豆沙馅的事。OK， 现在就突破，咱们先保存一下。我应该是对话吧。OK， 窦小姐，本着谨慎调查的原则，我们还有点事想问你。我不想问的，恰恰是只有你才知道的事情。我们进楼之前，你说从一位朋友那里听来了有关杀人的消息，是这样吗？我时间不多了，赶紧说正事吧。最好还是先从他所说的朋友入手。豆子小姐，能否请你告诉我们这位包打听的朋友的身份？我们现在就在调查本案，掌握第一手材料非常重要，所以在询问你之后，我们还得向你这位神通广大朋友多多请教才是。想必就是现场的涉案人员了，不然他的事也没处打听，不是吗？很好，负责本案的刑警我刚好认识，你的朋友是他手下的巡警吗？哦，不会是那个大嗓门吧？无论想核实你的身份，只要看看这个就好了。这个宾客名单。看这个。现场人员除了警察之外，只有出席剪彩仪式的宾客了。这位姐，现在你只要配合我们做一个简单指认就行。来吧，告诉我你的朋友是哪一位呢？咱不可能认识大人物。你既然不认识这样的朋友，又如何能将杀人案讲得这么绘声绘色呢？是吗？一具平躺在地上的女士也值得被传颂成谣言吗？
那尸体不是在吊在半空中吗？现场的观众好混乱呢。看来已经不打自招了。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做到，但你在案发时显就在这栋大楼内部。更具体的说，你当时应该就在这个地方。多功能厅，你应该和我们一样身处多功能厅内，并亲历了尸体出现的全程。既然你觉得不可能，为什么还会紧张成这样？而且还有这么多警察在楼下拦着，以咱的身板总不能打进去吧？有很多警察在楼下拦着，没有问题。不过以你的口吻，似乎暴露了你进入大楼的方式。不可能进入大楼里，利用了这个东西，那个梯子吧？看这个，梯子是他的。豆子小姐，你对这个东西应该很熟悉吧？我怎么不会？它锁在那条暗巷里，还是你指给我们的？我已经观察过了，只要利用这段绳梯，就能绕过安保，从2楼直接进入大楼。正因为你是从那里潜入的，你对大楼入口的印象还一直停留在2层，所以你才顺口说出楼下都是警察这样的话，不是吗？看来你真的使用过那段绳梯了。如果绳梯上还留着你的指纹，要不要说下去可由不得你了。这样一来，我们为什么会找你，你就明白了。OK。你说这种事指的是什么？当然是撞见杀人案了。OK。你今天早上真的借助了这段绳梯溜进了大楼？是的。可是这绳梯不是咱放上去的，也就是说你来到暗巷时绳梯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咱顺着绳子往上爬，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咱可以发誓。这还用吗？当时为了卖月饼，就是那个呀，咱出去到这楼里举行很盛大的仪式啊，咱就猜里面的大人物应该不少，有钱买月饼的人应该也不少。总之咱本来想走正门了，但一进门就被警察拦下来了，就找个暗巷的地方爬进去。后来咱就和你一起混进了多功能厅，看到尸体掉下来的那一幕。你从2层潜入之后分别去了哪里？遇到了谁？可以再多说一点吗？不是的，就是咱是言而有信的人，答应别的事就绝对不能食言。其实在遇到你之前，咱一直犹豫要不要为这个案子说点什么。咱的身份虽然只是卖月饼的小贩，但有一些自己的坚持。内情也是谈不上吧，说到底咱只是个局外人，但是有件很重要的事咱必须要搞清楚才行。这位大叔还有这位小姐，你们这样能言善辩是咱万万不能比的。正因如此，咱已经下定决心，该说的话还是要在法庭上说出来。是的，有你们2个人在，咱或许可以放心了嘛。这件事情咱也不明白，但是当做一种无端的执念就好。时间不早了，咱该回去收摊了。明天的审理就请2位加油了啊！这时已经打听到了是吧？这就是那个证人是吗？只能说豆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贩。糟糕，在豆子那里耽误太久，已经错过会面时间了。说够了就请回吧，我不会离开这里，就算离开也不会去你安排的地方。面对我，你连一句家乡话都不愿意说了罢了。我疏通了诸多关系才能与你见上一面，为何如此不念旧情？没听错吧？我和你什么时候有过旧情？这等非常时期，你为何不能放下执念，先渡过难关再说？哦，这是他爹，正道。此人在此等候，可是有事垂询本人。不是，你怎么也说中文？我是龙氏律师事务所所长龙秋风，这是我们事务所的律师雷东旭。的确，大约5年前我在法庭上见过您一面，当时您好像还是财政部长。如今我们2人正在为令郎的事件忙里，算有缘了。您可找的辩护律师就是你吗？他没有和您说起过吗？原来如此，有什么问题吗？由衷感谢2位为2国外交关系做出的杰出贡献。2位私能正义之举，想必将会为2国司法交流水平推向新的高度。他就特别像那个大逆转裁判里面那个检察官，包括音乐，感觉
觉得有一丢丢的像吧。副总统现在此次您来我国访问，只是为了出席这场剪彩仪式吗？此时正值贵国新春佳节啊，如今仪式却因为如此难以预料的事中断，实在是倍感痛心。本案一发生，本人亲切感受到了有必要继续留在贵国。本人能够依次目睹完整事件案件的审理和流程，想必对两国司法界大有裨益。除此之外，本人将以副总统的身份窥视本案嫌疑人，能为关系案件我国同胞带去慰问，也确能保证审理的公平、公正与公开。那么，请允许我冒昧问一句：这次银河事件案件，你知道些什么吗？对于遇害的死者深表遗憾。此人并非公安出身，查案已是应交由警方负责，不是吗？哎，这个反应是真理圣枪吗？所有仪器表面都晃个不停啊！因为他的气场超越了仪器限度。本人此行尚未结束，还有几句话与犬子商谈，不知二位可否就此离去 ？OK。本人有几位随行人员，都是我国文武双全的精干人士，开车送二位回事务所。哎，强行送客呀！我已经追查多年，最为隐蔽的真相已经在眼前了。这句话感觉说的好突兀啊！目前没有看到什么跟他隐蔽真相有关系的事情啊。先保存一下，我们去接个水。大家等一下，大家等一下，大家等一下。
龙泉沙 sense 下划线 ch 说 dog。龙泉沙 sense 下划线 ch 说啊。我的游戏 UI 没出现吗？再发一个。龙泉沙有了 sense 下划线 ch 说啊。这不是就有了吗？啊，有了。靠，刚才没出现。行吧。昨晚被那几个天照迷宫的保镖折腾到半夜，别说准备了，连觉都没睡好。看一下麦开了吧 ？OK。没有尸体情报，不知道死者身份，案件过程无法还原，这种情况已经没法再糟了。巫师，我来了，情况怎么样？现在接下案子的人是你，不是我。时间很珍贵，你来的路上看到银河了吗？没有呢，倒是遇到了很多天照民国使馆的人和一些没见过面孔的警察。原来如此，涉及到外事问题案件，果然会把局势搞得格外紧张。由于银河军还有事隐瞒，咱们也不能算是和他站在同一条船上。今天这场审理，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真的要靠自己了。哎，龙所长已经打算笔下委托人在法庭上单干了吗？果然还是城里人会玩。啊，两位别来无恙啊！银河先生，你可算来了。我们的状况这么被动，为什么你还笑得这么轻松？这是本人的处事态度，本人还可以笑得更加轻松。昨天因为你父亲突然介入，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完。隔墙有耳啊，隔墙有耳啊！总之，本人打算在被告席上安心的做一个美男子，一切事宜就要让人定夺了，哪怕是发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好了，就这样好了，先走一步了。果然是他俩组合，肃静。你们两个人怎么一起来了？首先提供一些重要情报，都对本案死者耿耿于怀吧。那位死者已经不再是身份未知的女子了。这位死者来头可不小。是的，死者名字就是林小璐惠里香。啊，我去了！他死了。等等，这是真的吗？所谓命运就是这么一回事。上次听中逃跑的，差点引发起法庭爆炸的人，却成了这个案件的死者，而审理这一事件案件人却又刚好是我们。要不信看看照片吧。这是
刚刚听到死者姓名时，我对这个消息还没有什么实感，直到看到照片，我才意识到，那个5年来把我们甩到团团转的林小璐真的已经死了。虽然服装有很大差别，但是他样貌确实是已经伪装成已故者杨玉燕时的样子。他身上虽然没有证件，但警方已经验证了指纹和 DNA， 他就是林小璐本人无疑。刚才银河君说的意想不到的事，大概就指的是死者身份吧。我要丑话说在前面，这林小璐会丽香是个杀人无数的世界通缉要犯不假，但没有任何人，哪怕是外国公民，拥有在法庭之前就私自处决犯人的权利。鉴于死者是一名在逃通缉犯，流浪版进入直播关黑木炭晚上好晚上，另一些方面或许有一些商量的余地。但即便如此，感谢黑木炭赠送的小花花，感谢感谢。本案的实质一直是故意杀人。2个小花花，感谢感谢，我明白了。既然尸体已经回收了，检方是否还有更进一步的情报？技师们该有的都会有。接下来，检方将在提供证据的同时，力证被告的罪行。审判长啊，我在。由于本案尚有大量关键证物处在未提交状态，我们就直接叫证人入庭吧。OK， 直接啊，应该是沙刑警。哎，对，看来都是刑警。做简单案件介绍。哎呦，诸位都在呢。最近总遇到你们几个，姐姐我就不多啰嗦了。死者身份，姐姐我也是刚得知，这件事情上值得我打上一天的报告。有关尸体和现场的情报就拜托了。好，我们就从最基本的解剖报告开始吧。林小璐会喜香，女，30岁，多根肋骨断裂，肺部与脾脏受损，死因为内出血过多。这是开枪造成的吗？这感觉像掉下来，就是高处坠落啊。就是报告所言，死者死因是因为枪弹导致的内脏破裂及出血。害死死者武器的和死者穿戴的护具都有一些特殊。我们现在从照片上内容说起，还穿了护具。首先是死者脖子上的项链，并没有，它只是林小璐会丽香多年一直都在佩戴的一件饰品。它最大的用途只是协助警方进一步确认死者身份罢了。从色彩上来说，这东西不算值钱。啊，对，这个人在他上一个案子的回忆当中有出现了。死者身上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出于事出紧急，一部分尚在检验。已经检验完毕的就是这把手枪、一张银行卡以及一支奇怪的糕点。索伦手枪是在我国几年前已经弃用的警用配枪。我靠，不会这个枪是当初那个761号事件带走的枪吧？我可以确认在案发当天曾开火2次。这把枪还有可能是本案的凶器。等一下 ，M9199， 你有没有检查过这把枪的编号？你的直觉还挺美丽的。这把枪的编号就是106505哦。没错，这把枪就是5年前死去阿健的配枪。这把枪在761号事件发生之后已经消失很久了，感觉像是当时761号的事件的一个复仇啊。没错，姐姐，我曾想过他在时隔5年后重出江湖。这个猜想并不到底，但是和眼下这个案件还建立不了直接关联，还是先不讨论。刚刚这枪究竟一直被林小璐带在身上，还是另有人将它放在入也很难说。这死者身上另外2样东西倒是没那么惹眼，先看这张银行卡吧。这图案开户行似乎在本国。是的，警方已经调查过这个账户，这个卡里有新存的现金，好像是100万。这个账户的户主正是被告席上的银河。自从身份暴露，警方已经冻结了杨玉燕名下所有财产，他逃亡期间最需要的就是资金，无论是偷是抢，都必须生存下去。这张银行卡为被告看似与他扯不上关系的人提供了完美杀人动机，这是一种可能。而且你的委托人心还挺大的，居然直接将取款密码写在了卡的背面，也算是活该被抢。就是这张卡的资料姐就当做物证提交就好了。最后是这个不明所以的东西啊，这是那个豆子工坊的蛋糕，这就是你说的那块糕点。除了含糖量偏高以外，没有毒药物等异常成分。
最后也是重要的一点是死者这套衣服，就如同各位所见，死者这件衣服并非常服，而是一套很高端的军用设备，他看上去像个特工一样。紧身内衬倒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是这件外套，它是一件防弹背心。防弹衣的代号为影丸啊，是一个天照民国刚刚研发出来的高科技防弹衣，它似乎是当今最先进的衣服，连近距离射击都能防御。哇！导致死者身亡的子弹并非寻常之物，它是因为代号风雪，产自美国高精尖的震动穿甲弹。这些子弹不仅融入了高硬度合金，还会在飞行过程中不断震动，造成进一步伤害。这种子弹是标准的 12.7 口径，用那把旧枪发射，威力最多折损个1-2成。啊，我去，这么大个弹孔啊！是的，正是这种特殊子弹所留。顺带一提，这子弹硬度实在太大，因此没有膛线痕迹可以检测。总之，就像照片上所展示的一样，这枚子弹并没有穿透装甲，但它的震动令死者受到了严重冲击伤害，他的内脏破损，肋骨也断了几根。虽然没有直接中弹，他的死法可比中弹惨烈得多啊！还是中弹了。我就详细说一下警方推测案发过程和逮捕依据好了啊！终于到证言了。这次事件发生在由我国天照民国合建的天际贸易中心。经查明，死者的身份是一个在1个多月前逃跑的天盾干部林小璐会李强。被告在进行演讲时，尸体毫无预兆地以双臂悬吊姿势穿越在窗外。死者的致命伤为枪伤，凶器就是他身上找到的旧式警用手枪。虽然尸体吊在天台，但本案真正的案发现场是在贸易中心的101层。被告是在101层杀害死者之后，为了隐瞒事实而将尸体运到了顶楼。然而很不巧，尸体被天台上的装置打落，事情早早就败露了。悬挂在天台的理由可以好好询问。等等，在贸易中心案发当场，只有一部电梯在运营。能够使用楼梯的只有1层、2层和188层。哦，有案发的示意图了。101层未来会被开发成俯瞰城市的观景台，此时它是空无一物的楼层。楼层内除了周围的落地窗，就有几根承重的水泥立柱。在楼侧东层的落地窗，我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弹孔，它的直径约15厘米。这种特殊痕迹，鉴定科人员也是第一次见，因此无法断定入射角度。只能初步认为被告在开枪杀死死者之前有一枪打偏才打穿了玻璃。其次，我们在地板上还找到了已经被清理过的少量血迹。是的，显然是被告为了掩盖罪行清理现场。OK， 看一下，来往电梯在这儿，但这弹孔应该会打到墙上吧？比如说，这个感觉像会打到墙上的样子。等等，当天早上，被告在劫财仪式前进行了发言，他有那么多时间把尸体搬运到楼顶。据说参加本次活动人确实不少，但他们都多在9点半前后抵达会场。而根据安保人的情报，被告在8点以前就进入了大楼。这个时间可以悠哉杀个人，清理现场再搬个尸体。银河军这么早来现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等等，被天台打到的装置，这是什么？
是一部覆盖全城的卫星定位系统。那部天线24小时才能旋转一周，如果你只观察个几分钟，当然发现不了任何动静。死者很有可能是被热水器的线缆固定在楼顶，后来被旋转的装置推了下去。这没什么奇怪，天台案发时并未对外开放，将尸体藏在那儿正是常规思维。对此一无所告的被告并不知道那是一个充满变数的环境。哎，这个我点了吗？啊，这个点说过了，忘了。等等，天际贸易中心就是顶着这个7段圆环的建筑吧？等等，姑且问一下，你们当时是如何确认死者身份的？光看脸就能认出来吗？等等，当时山县警也在现场吗？我和另外几名巡警站在混长门口，听到你们喊声才冲了过来。那尸体的第一发现者是谁？当时被告银河正在台上演讲，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他的身上。那尸体刚好是从他后方掉落的，我想全体参会者都算是第一发现者吧。现场的目击者中有没有谁的反应比较特别？我的注意力都在尸体上，怎么可能去看每人的反应等等？你俩当时不是坐在会场中央吗？这种事你问我干嘛？等等，所以正确的死因是穿甲弹的冲击造成的内出血吗？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警方可以断定这把手枪就是凶器？毕竟这种特殊子弹是没有膛线痕的。主要依靠3点：首先，子弹的口径比较大，能够适合它的枪型并不多见；第二，我们封锁了现场，从搜查中没有找到任何其他枪支；第三，这把枪在12小时内曾经2度开火，它和现场的痕迹完全吻合。综合考虑，我们只能认为它就是凶器。这把枪2度开火且和现场痕迹吻合，这个具体怎么个吻合法？哦，没说清楚，我再说的具体点吧。2次开火都是在101层发生的，一次击落了落地窗，一次击中了死者。这个，等等，凶手为什么要对着落地窗射击？最合理的推断，既然是他第一枪打偏了，第二枪才命中，也不排除他在打中死者后又对着玻璃开了一枪，只是这样做不太符合逻辑。但是第3个开火地点真的不存在吗？啊，那个门口，那个门把手。反对。山县警方对101层这个案发现场的关注度是否高了一些？我当然相信警方已经在合理范围内做到最好不过。我们在某个不合理的地方检测出了硝烟反应。自从山县警那里拿到硝烟试纸，我家助手就让他擦拭每一个可以到达的角落。就在这往天台的防盗门上，我们同样检测出了硝烟反应。什么？如果凶器的手枪2次开火都发现在101层，防盗门上的硝烟反应来自哪里呢？确实，对于只有这个硝烟反应没有子弹痕迹的区域来说，我们也感到奇怪。但这些证物的存在，恰恰说明检方的例证上了漏洞。按照检方的主张，如果手枪2次开火分别击中了落地窗和死者，那么这把枪就不可能在天台门口留下硝烟反应。既然两人提出了反驳，自然也好好解释一番吧。你们倒是说说看，这个本该不存在的射击痕迹是怎么回事？防盗门上的硝烟反应说明，
现场还有另外一把枪，另外一把。仔细想想，在附近根本看不到等高的建筑，这个假设确实不太靠谱。我还有一个想法。哎，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这块是不是这块？因为没有直接扣我的分，就感觉很神奇。是不是因为这块有2个结局？是不是这个算？算一个结局的那个啥呀？选择一次射击，101层只有一次射击。落叶窗的弹孔和死者身在枪上会不会是同一发子弹设置？你的意思是有人从外部穿透玻璃向内射击吗？这段好像就是选什么都无所谓哈。看来边方并不能为自己的新发现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OK， 暂时保留。的确也是我所关心的。这就是又一个呗。尸体出现时，姐姐我就在现场，大楼内所有宾客都立即受到了扣留。警方对所有可能涉案人进行调查，嫌疑犯也显而易见。当天所有人在场，只有江海田银鹤右手检测出硝烟反应。警方带走被告后，还在他身上找到了沾有死者血迹的手帕，松上的铁证。警方认为被告受到逮捕与起诉并不为过。你怎么还捡了手帕呀？我靠！当时检采仪式才刚刚开始，被告正进行开幕演讲，然后尸体就那么冷不丁的掉了下来。警方立刻封锁了现场，并对所有人展开了紧急搜查。沾有死者血液的手帕是在被逮捕后才发现的，上面提取到了被告的 DNA。审讯期间，针对手帕上的血迹、被告自己的诡异行为和证人的铁证，被告始终在满嘴跑火车。OK， 询问保留保存手帕。警方认为这块手帕是被告用来清理现场的，不然他一切痕迹都符合。我意思是，或许他并不想要清理现场，只是因为单纯的洁癖在手中擦。深刻感受到智商被鄙视了。等等。等等，山经理处理现场过程已经有所了解了，两位检方人员当时有何行动可否告知？尸体掉落之后，我想起雷姐就在附近，就给他打了电话。当时和辩护方的律师聊完，本来已经离开了多功能厅，接到这个电话之后转身返回了。山经理带着警员赶到，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之后。
有没有可能有人在这个空隙逃跑或者藏起来？凶手已经离开现场，这个现场观点看来说不通了。他可以从等等， 2层那块不是有一个漏洞，就是那个梯子。所以调查具体是指什么？你不也接受调查了吗？自己说呀。啊，搜身和硝烟反应。是我们用鱼网镜在尸体上发现了疑似弹孔的痕迹。现在尸体已经回收，进一步证明了警方的行动正确。这次检测我们带来了锁定凶手的决定性证据。等等，请我谨慎确认一下，当时在场所有人真的每一位都接受检查了吗？我并不怀疑警察的办事能力，不过总有些人不是那么方便接受检查。当天在场人中确实有一位并未接受任何检查。天照民国副总统郑道当时也在会场，虽然他是副职，但是在天照总统病重期间一直代理行使总统的职能与权利，因此他在我国一举一动代表是整个国家而非个人。那说他拥有外交豁免权是吧？元首豁免权。不过有这权利的人仅有他一个。这被告定罪并无问题，他的随行保镖我们也一个检查过了，没准就是他杀的呢。他妈有什么要说的吗？这块儿选择跳过。董叔怎么办？你在政策上找到矛盾了吗？这个案子影响太大了。OK， 结束询问啊。结束询问之后，我们也该下播了，正好咱们可以再次完结。沙先生，我们对你的询问可以到此为止，那么就这么结束了。是的，目前给出的结论我们只能暂且接受，你偶尔也会做出一点明智的判断，这样最好。那接下来就交给2位检察官了。OK， 各位可要加油了。警方对上述证据的效力心知肚明。刚才这些证物只能用于例证被告犯罪的可能性，但检方还准备了更多证人。被告都做过些什么，就请他们来说明。勤工俭学的品味独特大学生窦子荣出庭。第一个就是豆子嘛。这位一定就是法官大人了吧？豆子工坊欢迎品尝，嚯！饺子馅月饼，饺子里有什么馅的？我比较喜欢猪肉白菜。吵死了！太心动了。咱的名字叫豆子荣，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豆子工坊欢迎品尝。这名证人家里经济状态不太好，所以在外销售业务来减轻家庭负担。顺带一提，他犯罪行为属于无证经营，不过与本案无关，我就先不讨论。雷检，这位证人为何会站在此处？他到底目击到了什么？警方会请他出来，自然是因为他掌握了锁定凶手的关键情报。不过他并没有目击到什么。咱没有看到什么，只是居然条件下听到了一些声音。准确来说，应该算是被告的杀人自白吧。OK， 证人请开始作证，准备下播，大家拜拜。保存，大家再见。明天见，明天见，明天播剑星，大家洗洗睡吧，我也困了，晚安。